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2020年7月3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下半年经济形势与政策分析。那么，虽然这是我起了一个经济方向的议题，但其实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是政治啊。为什么？因为开了政治局会议啊。那么其实这次政治局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啊，是30号开的啊。那么在讲新闻之前，我们先播报一下啊。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于7月30号晚间7时24分逝世啊，享年98岁，高寿啊。李登辉是台湾首任民选总统，那么也是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舵手。没有李登辉就没有台湾现在的民主政治啊，所以我在推特上讲他是台湾民主之父啊，这不是我提出来的，这是很多人提出来的。那么李登辉是中共最恨的台湾的政治领袖啊，他开启了台湾当代民主政治的新篇章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跟大家播报一下啊。那么这是一个事儿啊，然后我们就开始讲今天的新闻和主题啊。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开政治局会议啊。中共中央的政治局会议每个月一次，那么通常是在下半月。那么但是这次是30号开，就基本上开到月底了。习近平开会有一个特点，就是问题没解决，会就先不要开，往后拖展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7月30号开会啊，那么说明问题还没解决啊。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8月份快来了啊，8月份快来了，那么通常北戴河会议是8月份到9月份开啊，那么这个北戴河会议还开不开呢？我之前我的预判是不会开。那么为什么？2个原因。第一个，形势很严峻啊，北戴河会议其实就是度假。为什么会北戴河会议会有个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当年有个元老院啊，元老院呢，这些中共元老们呢，到了夏天酷热的时候，去北戴河度假。北戴河度假，在北戴河度假的期间，还是要请示啊，那怎么办？那么就经常就带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是比如说这个胡耀邦啊，或者赵紫阳时代，那么就跑到北戴河去请示，那就顺便就开个会吧。北戴河会议是这么来的，就是中共元老们暑假的时候要到这个北戴河度假，然后这些前台的这些人呢，又得中共中央跟国务院又得去请示，所以干脆就在那儿开个会，开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合署，但也不是正式的会议，慢慢的形成一个这样的规矩啊。那中间呢有中断了一段时间，中断是什么时候？就是胡耀邦啊，胡耀邦当时因为非典，也 SARS 啊，因为 SARS， 所以胡耀邦说算了，这个会就别开了。对胡耀邦来说，他不愿意开这个会，为什么？这不等于去北戴，它本身就不是很根基不是很稳啊！你一到北戴河一开会，这个元老们七嘴八舌，他也扛不住，所以他不愿意开这个会。所以疫情啊，就是 SARS 一来，他就取消这个北戴河会议啊。这个习上台之后又恢复。但是我觉得这次应该不会开啊，不会开，因为第一个形势严峻，大家在会上七嘴八舌，对他来说很麻烦，你还得解释啊。那还有一个就是疫情啊，疫情防控又不可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估计他不开的可能性最大啊。继续讲，政治局会议啊，7月30号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啊，政治局会议第一件事情就是定了一个五中全会啊，五中全会是定在10月开啊，10月开。那么会议的议程也定了，说是第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规划和203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啊，就是中共中央在制定这个5年规划和远景规划的时候，他会出一个建议，所谓的建议就是定方向，定一个大体的方向。那么这个五中全会就讨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其实呢，就轮不到五中全会来讨论，因为这个事情根本跟五中全会没有1毛钱的关系。那么既然这么说，说明什么？说明五中全会没有既定的议题。没有既定的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没什么想法，但是又得定这个事儿啊，大体上就这样。所以五中全会应该就是一个务虚的会议啊，没有方向，但是也可能现在没想好。那么先把这个事儿定下来，然后想好了再改也没关系啊。反正中共是一个很有弹性的政党，他很喜欢改来改去啊。那好，那么这次政治局会议其实主题讲的是什么？主题讲的是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那我就讲讲他们这次会议的主要的东西啊。在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啊，知道一点，第一点，这个会议可以讨论吗？没得讨论啊。虽然它是政治局会议啊，那不会讨论，为什么？为什么要准备会议？就其实就是先由什么呢？先由政治局常委们拿出一个想法，再到政治局会议上面去布置。那么政治局会议这个想法是从政治局常委们这个会议上想法是从哪里来？其实就是他的马仔来，就是要开政治局常委会了，然后习近平就找那个刘鹤啊，拿个方案嘛，这次我们得谈经济了，那刘鹤就找一堆人啊，再来开会，再赶紧做个方案。做个方案呢，交给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常委呢有没有意见？拿到这东西看一眼，有意见提两句啊，然后过政治局常委会过了以后，然后就看政治局会议，就是今天这个会议。今天这个会议其实就是传达，告诉大家我们经济是这么看，大家提意见，没什么意见啊，大家学习吧。学习讨论，什么叫学习讨论？就是把这个文件拿来讲讲我的体会是什么，我在具体工作中怎么安排。比如说，湖南省委书记啊发言，小组讨论或者是大会讨论啊。通常政局会议不会没有小组讨论，就是大家发言。那积极的就讲讲体会，讲讲怎么工作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没有，通常开这种会议只是传达而已啊，传达而已。这是什么？这就是独裁特征啊。那我们就讲讲他这个会议文件啊，会议文件第一个，对形势的基本判断啊有2点。第一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和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啊。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战略机遇期啊，战略机遇期这个提法，大概很多年提出来。但是其实一直没理解，我我最近才理解什么叫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讲到底是什么？讲到底就是我们心里要做的事情，我们正在做，其他人特别是西方国家还不知道，这就是战略机遇期。趁他们还不知道，咱们赶紧干，使劲跑几步。这就是中共的战略机遇期，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西方国家还没明白过来的时候，
我把该干的事情给干掉，做完，这就是战略机遇。战略机遇就是我处心积虑要做一些事情，他们还没打扰我，这就是中共的战略机遇区。他现在认为他们还处于战略机遇期啊。那么这是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就是世界处于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他也没讲什么叫大变局啊，怎么个变法啊？那么和平和发展啊，还在讲和平和发展啊，但是不稳定、不确定性在增加，这是第一个基本判断。第二个，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啊，这是要点，要点就来了啊，要点就来了。那么什么意思呢？还是就是国内大循环，虽然他加了个大字啊，其实就是国内循环。就是中共喜欢玩这种话术，但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还是要立足于国内循环，这就是它的基本判断。就是国外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在增加，那怎么办？那我们还是要重点以我为主，国内循环为主，这是它的两个基本判断啊，两个基本判断。然后呢，会议提出要确保宏观政策会议强调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把握什么呢？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它其实很明白战略内需是个战略基点然后是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宏观政策讲的是两个，第一个，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注重实效大概就是这两个这两个就是宏观政策那么会议要求就提出了多少个要求呢？总共提出了个14个要求。这14个要求呢，基本上反映了其实就是刘鹤这帮管经济的习近平的这个左膀右臂对整体经济的一个重点和方向所以我念给大家听，我不会全念，我我还是抓重点念第一，疫情防控所以大家记住这个排序，这个排序是什么意思？这个排序就是他认为的重要性的排序它第一就是疫情防控，这是它排第一的重要性。第二，扩大内需这第二。第三个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第四个，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第五个，城镇化城镇化，它还是指望城镇化，因为城镇化其实中国城镇化已经达到了70%咱们70%的城镇化还有多大的空间？我觉得空间不大，但是它拿来凑数也合理也合理。扩大有效投资，当你的整个社会投资回报率已经跌到了2.5%的时候，扩大有效投资这话就是空话所以你可以分析，第一，疫情防控超出我预期，就是他把疫情防控排第一，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的这个反弹的情况很严重，所以说明现在中国各地的疫情反弹的情况超出我们的了解的情况。然后扩大内需扩大内需，他把这个我后面分析他为什么把扩大内需放在前面然后就是基建从中共的目前的形势来看他们的中国政府能够控制的领域只有这一块，就是加快基础建设投资它能控制的部分只有这一块然后第五
新型城镇化啊，对城镇化我觉得没意义啊，因为现在再提只是拿来凑数。第六，提高产业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这句话呢，就把他的这个担心给说出来。产业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首先说竞争力啊，竞争力现在产业链的竞争力的问题在哪里？其实是在上游啊，其实根本原因是在上游和整个社会运行。那么供应链稳定性当然是因为产业链外移的问题啊，特别是外资企业跟私企是因为竞争力不足，产业链竞争不足，它在搬走啊，这是私企的问题。外企的问题就是政治风险，由于政治风险，它把产业链搬走，所以他提出来要提高产业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啊。其实这话的意思就是反过来理解就对了啊。第七，优化营商环境啊，这2年中国在持续抓这件事情啊，他就在拼什么呢？拼世界银行的那个营商环境的这个排名跟评比啊，拼这个东西啊。第八，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啊，他提出这个话来说明什么？说明资本市场主要是股市啊，股市那头的这叫什么？就是黑庄越来越泛滥成灾啊。第九，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啊，就怕房地产又炒起来了啊。这地方第九。第十，做好民生保障啊，做好民生保障主要是什么？主要是2条。第一条，大学生就业；第二条，农民工就业，就是这2条啊。那么这2条有没有办法？没什么办法，只是拿来说说而已啊。第11，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而且他确保现行标准啊，现行标准，能确保吗？我不相信，那是屁话啊！为什么？现在地方政府都没有钱了，都已经发不出工资，他还确保脱贫，我不相信能做到。12，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这也是拿来说的啊。第13，安全生产。第14，组织防汛救灾。看见没有？防汛救灾排在最后一项，安全生产都在他前面，说明什么？说明他故意的，这是故意的，就是把这个问题弱化，好像是没问题啊，好像是没问题啊。我们来评价一下。第一，内需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但是当局误判什么？误判在哪里呢？误判是当局把内需不足当成现在在经济领域出现的很多问题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所以他提出来，我们要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作为解决现在经济各个领域啊各个环节出现问题的一个方法，但是他就没有讲怎么去解决内需不足啊，这是什么误判？这是把问题的因果倒置。内需不足并不是原因，内需不足是结果。这个结果啊，那么它是由一系列的经济政策、经济运行、经济结构导致的这个后果，就是内需不足啊。所以它再往下传导到经济各个环节出现的问题。但是内需不足并非因，它只是个结果，就是我刚才讲经济政策、经济运行、经济结构导致的一个这个结果，然后往下再传导。所以其实你要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你要从上面三个
3个领域来分析啊，然后才能够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如果你仅仅是说我们要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才能解决下面的问题，其实没有讲到问题的根本。那么我们举个例子，经济政策你经济政策怎么导致内需不足？那你比如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啊，社会主义国家要国有经济为主导啊，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结果是什么？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结果就是基本上你看到原材料和上游第一产业基本上全是国企、大国企、大型国企，这些大型国企基本上全国就一家啊，那会出现什么？垄断。垄断的结果是什么？垄断的结果就是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的后果是什么？下游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它的竞争力就不足，因为它原材料就贵，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那么你的下游制造业的成本高，你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你出口竞争力就不够了嘛。所以为什么这些年中国的出口能力下降的，其中有一个原因跟很多原因是有关系。当然，其中有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原因，这就是经济政策的问题。你整个的你让国企垄断上游，你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这个啊，这是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经济政策，比如说经济结构，举个例子就是房地产，这就是经济结构的问题。什么叫地方政府由于什么呢？由于中央政府把大部分的财政收入拿走了，他拿走大部分财政收入之后，地方政府无以为继，怎么办？他就炒高房价，就是控制土地供应，通过控制土地供应来推高地价，推高房价，房价一上去，他可以拿到更多的收入，这就是经济结构，导致什么呢？房价居高不下。房价居高不下的后果是什么？它就排挤很多产业就被从城市里面排挤走了。而且中国出现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它不是一个城市房价涨起来，它是全国都在涨啊，全国都在涨。以前我们讲中国经济本来它可以中国经济有很大的腹地，除了沿海以外，华中地区、西部地区、西北部地区，中国有很大的腹地。本来呢，经济发展是什么？呈梯次开发。你比如说沿海成本上升了，它很多竞争力没那么强的产业，它就往内部移，然后这边地方又起来了，又再往内部移，这就我们叫梯次开发啊。但是中国房地产它不是，它一炒呢，哗，全国一起涨啊，全国一起涨的，这的后果是什么？往那儿搬呢？我没地儿搬了，因为你比如说广东本来就可以往江西搬或者往湖南搬，湖南跟江西的房价也涨起来了，成本一起上来了，房价会带动很多物价的上涨啊。那怎么办？算了，去越南吧，整个产业链就搬走了。这就是现在的中国的问题，这就是产业经济结构的问题啊，需求不足。我们刚才讲经济政策有问题，经济结构有问题，那么还有一个什么问题？比如说经济运行啊，经济运行，政府干什么？政府有很多想法啊，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我是全能性的政府，我要推动一个产业的发展，我就进行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什么？产业政策就2样，给钱，给补贴，就这两样东西。那么中间涉及到一堆的腐败，涉及到了一堆的这种资源的错配，结果这些钱给到哪里去了？没有给到最有竞争力的企业，这些钱全给到那些关系户了。就是你拿到钱，并不是因为你这个企业很优秀，而是因为你跟政府官员有关系。然后你可以看到什么光伏啊，推动什么光伏产业啊，一地鸡毛。中国的产业政策没有成功的，什么光伏、新能源汽车，什么生物科技等等，全部都是骗钱，一堆的钱扔到这里面去，颗粒无收。这导致什么后果？导致资金全部跑到一些无效的领域去了。
那这经济就你能产生有效需求吗？不能产生有效需求。所以这就是什么？当局其实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误判是什么？他把内需不足、需求不足当作因，其实那是结果。你不去解决内需不足上面的各个因，那你就解决不了需求不足问题。你解决不了需求不足问题，现在的经济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这就是第一个啊。我们讲经济，我们就说从它的文件来看，它误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你刚才我读给大家听啊，就是两个，财政啊，一个是财政，一个是货币。财政它官话财政政策积极有为啊，其实没有别的，就是发债，使劲的发债，史无前例的发债啊，这是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尽快的把钱花出去，尽快的把钱投出去，投到基建项目上面去，尽快见到实际。什么叫实际？就是实际，现实的实，绩是绩效的绩，马上要见到实际。为什么？生怕投资滑坡，就是这个问题，要尽快的投，马上投，钱要赶紧到位，赶紧做项目，赶紧把钱扔出去，赶紧建砖头，赶紧建路轨，就这个意思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就是放水，下半年继续放水，但是要求什么呢？要求你放水要放精准，要放到实体经济里面去，这就是计划经济的思维。钱不会往你要跑的地方去，你就算到的那里面去，它也会滑走的，也会流走的。为什么？资金只会在哪儿回报率最高的地方待着，回报率不够高有风险的地方，它1秒钟都不会停留，直接就跑了。这就是市场经济。如果你要搞计划经济，可以精准，很精准，哪都去不了。但是市场经济不是的，市场经济它想方设法把这些钱套走。你把这钱借给某个企业，企业一看我这个厂子拿这钱也没用啊，因为现在没有需求啊，那我还拿这钱怎么办？马上一转身就放出去，放高利贷去了，或者是马上去买这个理财产品去了。是为什么？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其实现有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能解决现在的当前的经济问题啊，当前经济问题。那么下半年他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啊？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其实他现在在文章里面讲的这些所谓的要求宏观管理的方向，其实都不是他们真正要做的事情，他只是拼凑一下。他要下半年要保3样东西，第一个，保住人民币汇率不能动啊，这是他第一要保的东西。为什么？中美之间的这种新冷战，经济毫无疑问是一个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啊。那么人民币是首当其冲，人民币一定是主战场，就是下半年人民币将会出现一次保卫战，就像现在港币在出现保卫战一样。我相信现在港币市场风起云涌啊，所以保住人民币汇率是下半年的重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保住产业链，防止产业链外移，因为从现在来看，中国经济最大的威胁就是产业链的外移啊！如果这些市场主体们都跑了，就剩下中共自己喝西北风了。所以保住产业链是下半年的重点，这是第2条。第3条，保住投资。为什么政府现在发疯一样的发债？现在已经债券市场已经被政府的这些债都给玩疯掉了啊！这债市现在的一个害，就是公债的害啊，公债的害。保住投资就是发债，把钱搂回来，赶紧去投资。为什么？民间投资就不要谈了，
就是私营企业的投资就不要谈了，现在不会存在私营企业的投资，外资企业的投资也不要谈了。那你想一下，剩下国企，国企有没有动不动得了？国企其实动不大了，为什么？两头，一头央企，央企动不动得了？央企其实实力很强大啊，都是宇宙级别的大企业啊。中国的央企全是宇宙，什么中烟集团，你看中烟集团宇宙第一啊，什么工商银行是宇宙第一大的银行等等，都是宇宙第一啊。但是呢，央企其实现在是动不了的，为什么？央企被“一带一路”给掏空了，全部捆到了“一带一路”上，央企的资源已经跑到海外去了。所以央企在国内呢动不大了，这是第一头，央企其实被捆到了“一带一路”上去，这是一头。另外一头，中央政府使劲的从央企那儿拿钱，没钱了，那就央企那儿你也得贡献一下。所以央企那头的资金，这一头去了“一带一路”，这一头被政府抽走了，所以央企其实动不了了，这是第一个。所以国企的投资也指不大上了啊，只是玩花架子啊，签个100亿美元的大项目，但是100亿美元今年投不投不好说呢，没钱投，先签了再说，都是这样。这是一头地方的国企，地方的国企没有别的，现在全部都动不了，啥都动不了，为什么？所有的资金都被地方政府抽走了。它只是个维持而已。现在地方的主要的企业、国企都处于这个维持的局面，是让他去增加投资，想都不要想，没钱，就这两头。所以你看一下，私企就不要谈投资的事情，私企肯定是不会投资的，这个时候啊。然后就是外企，外资企业这个时候会跑到中国投资吗？基本上他们只是外资进来的只有一个去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一个是股市啊，股市这是华尔街帮忙在股市炒一把啊，现在我估计也跑得差不多了。另外一头就是债市，债市呢，现在外资进入债市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套利，没有别的。人民币跟美元之间的息差，我们叫利率差，利率差有这么宽，非常的宽，这是为了保证人民币汇率。你有这么宽的息差，这些资金跑到中国来套利，前提只有一个，保住人民币汇率不变稳定。那么这些跑到中国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这些套息的这些资金就安全。如果有一天人民币突然出现一个波动啊，就掉下来，掉个10%几，你看这个债市的资金怎么跑吧，就一定是跑得干干净净啊，就是这样。好，这是下半年的中国要保的是3个主要的方向。第3个，形势的预判啊，形势预判3个方面。第一，外需，内需不说，内需没什么指望，不会有太大的起色。先是内需不会有太大的起色，就从就业整个经济形势来看，内需不会有太大的起色。那就是外需，下半年我觉得随着欧洲其他国家的慢慢的恢复，外需会有所增加，会有所改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虽然目前中国的疫情还是有反复啊，那么经济恢复的情况在下半年会慢慢的有所改善，就是外需有所改善，经济恢复的情况会有所改善，这第二个。第三个，第3季度呢，我认为应该会止跌啊。第1季度是下跌的，大幅下跌，第2季度仍然是下跌啊。虽然它数据讲它涨了2%，第2季度涨了2.3%啊，但是我认为那是假的，骗人的。第2季度下跌啊，但跌多少？我估计跌个5%左右吧啊。第3季度应该是止跌啊，止跌就是涨就没什么太大的指望，但是止跌应该是估计止跌处了啊。
第四季度呢微涨，所以全年仍然是下跌的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这就是政治局会议这次定下来的基调大概是这样。然后我再讲一个7月28号，这个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了一个党外人士座谈会那么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习近平主持会议，然后是李克强通报了上半年的经济工作，介绍了这个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想法那么习近平对民主党派提出3点希望第一，我讲给大家听，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中共在怎么对待的民主党派第一，要全面辩证发展的看待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坚定信心决心。全面，大家记住，当中共一说全面的时候，就是你要说我好一说全面就是你要说我好全面辩证是什么意思？辩证你得反着说，辩证嘛，一左一右，一左一右，虽然这个但是这个，虽然这个但是这个，一说辩证的话，就是要说假话了就是说假话了。发展就是我们现在困难是暂时的，最终是要变得好的。发展讲的是结果我们结果最终是好的，所以要全面辩证发展。一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要帮我说好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聚焦中共中央关注的重点问题，发挥各自特点优势，提出有见地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你是废话不要说，不要质疑我，帮我说好话。第二个，给我提一些有用的建议，没用的你就都不要说了，提意见都不要说了，要有用有价值要聚焦我们关注的事情，你们关注的事情不用管，先关注我关注的事情第三，要加强思想引导，做好施以解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就是帮我敲边鼓了，帮我去做工作了说明什么？说明有些工作我不方便去说了，有些话我已经不方便说了，你去帮我说说，帮我去做做工作，帮我想想办法，我也没太多的招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么香港这边我也播报一下吧反正都已经超过时间了我就报香港局势日趋紧张那么7月29号，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宣布拘捕4名学生，这4名学生涉嫌违反国安法第20条、21条，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旨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煽动、协助、教唆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分裂国家。这就是第一次以国安法拘捕了4个香港的学生他们分别是他们都是香港动员动员是动力的动，源泉的源，香港动员就是一个学运组织的一个成员。这4个成员呢，其实都已经退出了这个香港动员，但是还是抓他。他是谁呢？召集人钟汉林，发言人何诺恒，还有2个成员，一个是何希诺，还有一个是陈卫贤，抓人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开始传说要推迟1年时间，把这个像立法会选举推迟1年时间，传了就是昨天前天都在传报纸也在登吹风，其实就是在吹风要把香港立法会选举推迟1年时间，这是第2件事。第3件事情，7月30号，12名民主派的参选人被香港被特区政府取消这个参选资格，叫 DQ。这12名立法会候选人无效包括谁呢？我读一下名字，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是他们：黄之锋、陈傲辉、袁家卫、梁晃维、何桂兰、
刘颖匡、郑景满、杨岳桥、郭家麒、郭荣铿、郑达宏、梁继昌啊，这全是民主派的啊，民主派，而且是在上次初选当中得票非常高的，而且在这场从反送中运动到这次国安法都走在运动前面的这些民主派的候选人，全部都是，而且他们的得票都比较高，就是把他们 DQ 啊，叫 DQ disqualify， 叫 DQ， 就是取消他们的参选资格。然后就是当然这个行为非常的可耻啊，非常的可耻。港督，我引用前港督彭定康的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是一次对香港民主的野蛮政治清算，国安法被用作剥夺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公民权，即使北京曾经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但很明显现在民主已经是非法的了，这是一个警察国家才会出现的行为啊，非常大概就这样。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我一定要讲一下，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啊，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我本来想另外安排节目来做，但是我又怕时间过去，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有一篇这个何桂兰跟黄之锋的一些讲话非常的好，我回头把它贴出来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好吧？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总结一下。第一个，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去世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啊，中国的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政策和趋势啊。第三个就是香港政局越来越严峻啊，好吧？好，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三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 ？OK， 好，我们进入互动啊。好，鸣谢一下，吹山破海，谢谢。郭喷色，谢谢。包子刚在亚投行开了会，钱的问题一个字没说。那么“一带一路”有可能解体吗？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上一个节目啊，我们上个节目有说这个亚投行和“一带一路”的问题啊。says 啊，猫王先生这两天领带好帅，谢谢啊，谢谢。好，我们进入互动啊，情况。今天国内所有论坛对李登辉死都置顶普大喜庆，被国民党及共产党讨厌的李登辉必然有其历史地位。李登辉是个客家人啊，客家人出了两个很有名的人，一个是李登辉，一个是李光耀，都是李家，我讲的是李家啊，而且他们很近，李登辉跟李光耀都很近，他们的李登辉毫无疑问他对台湾民主政治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啊，毋庸置疑的。至于两岸关系，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好吧？观点，我对李登辉有不同的看法。如同之前网友所说，台湾的族群仇恨是由李开始，严重挑拨分裂，造成岛内不和。李有功有过，如同两蒋，我不认为他是神或者民主之父。台湾的民主是渐进演化的过程，有诸多的贡献和血汗泪水。你这个他不是民主之父，那是谁呢？台湾民主之父是谁呢？难道是蒋经国吗？没有李登辉就没有台湾现行的民主政治，那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认为他不是神，民主之父怎么是神呢？民主之父讲的是什么？他做了一些关键性的行动，让这件事情发生了，这就叫民主之父，原因就是这个，没有别的。
因为台湾的民主选举是从李登辉手上开始的，没有别人，所以他就是个民主之父。他是不是神？我不认为他是神，这个世界没有神，就是没有人是神。我在推特上有人说他连华盛顿都不是神，他怎么是神？没有人是神，人就是人，不是神，神才是神，对吗？问题，王先生，今天台湾前总统李登辉逝世，他对台湾民主进程的贡献毋庸置疑。黑金时代留下很多债务，台湾经济是否成功避免拉美化？台湾经济没有拉美化。黑金时代留下很多债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他提出来，就是说李登辉挑起这个族群仇恨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族群之间，台湾的族群仇恨没有人能够挑得起来，它本来就在那里。台湾的族群之间的矛盾，并不是李登辉去制造一个矛盾，台湾族群之间的矛盾它本来就在，李登辉把这件事情说出来而已。为什么？因为他是本省人，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你不能说他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是他造成的，不对，这就是共产党的逻辑问题本来就在，你想一下，外省人跟本省人，其实本省人其实也是外省人，只不过来的时间早晚而已但是所谓外省也好，本省也好，它只是个名称它中间是有内涵的他们之间的族群矛盾并不是因为李登辉他才存在，而是本来这历史的进程本来就是有国民党本来对台湾来说本来就是个外来政权，对吧？原来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你割让给日本，50年之后他回到中国，然后国民党去接收他不是一个外来政权是什么？然后国民党整个退守台湾之后，他把整个国府搬到了台湾，那不是个外来政权，这是个典型的外来政权。然后他们在台湾和台湾已经在台湾的那些现在叫本省人，他们之间出现的这个族群矛盾，很意外吗？一点都不意外。为什么？这些外省人在此前主要的身份就是军公教、军队、公务员、教师、军公教，所以他们跟本地人有很大的矛盾。这不是李登辉造成的，这是现实，这是台湾的社会现实造成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黑金政治我也不认为是李登辉造成，这黑金政治是台湾本省文化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结合形成的我不是说我帮李登辉来辩护，我讲的是事实就是说李登辉有没有问题，你讲其他的问题好了，这个跟他关系不大，好吧？观点，李登辉是民主先生，原因是在他手里开始有台湾的总统民选，自他之后，台湾民主意识大盛，而民主与集权的过渡必然有冲突，会乱，这是李的成就，不是他的问题。我同意观点，李登辉的功过，只要看中共有多讨厌他，多努力黑他，就知道他对台湾民主的贡献了。台湾的海洋中心世界观也是从李登辉时代开始的，我对他老人家只有感谢。观点，李登辉是第一个民选总统，台湾迈出了第一步，但两蒋总统也让基层直选的决定，让李登辉想回头也难。在李登辉任上实现了民主，原因是多样的，像邓小平任上改革开放，不能归功到他个人身上，那归功到谁身上呢？对吗？你是说归功到蒋总统身上？蒋总统，我觉得这个很无聊嘛，他讨论这个问题。蒋经国有蒋经国的，对台湾来说蒋经国有蒋经国他的历史地位那么李登辉有李登辉的历史地位那么如果你讲台湾的民主政治没有李登辉就没有台湾现在的
民主政治，这个判断一点都没有错，对吧？那你不能归功他个人，那归功到谁呢？是吗？打卡台湾，只要评价李登辉的话，这么说吧，在李登辉之前，台湾民众看当时中华民国的政坛，跟现在大陆人看中共政局差不多。OK， 理解了吗？就是这个意思啊。情况上午没赶上直播2，特来补充关于平安京的情况。吉林有一种行贿手段叫雅贿，就是行贿者用受贿者的书画摄影作品去买某某某奖项，或者买一个某某某头衔，主要是方便以后名正言顺得买官员的作品来行贿，多数都是以这种书画这个摄影作品为主，因为门槛很低，多数官员得以各种头衔，包括学历，都是这么来的。吉林省这种风气，即便在当今的中国，也算得上是重灾区。是的，买他的作品，花一个大价钱买个作品，那大家算是这个名正言顺啊，大概就是这样啊。这是一个行贿的方式，买你的书200块钱、300块钱一本，买100本，那不就有3万块钱了吗？是不是？情况坐标上海，现在很多区在查办公地和注册地不一致的公司，市场监督局和区招商人员用各种办法说服注册地不在本区的公司搬到本区来，内耗严重，逻辑可笑。可悲的是，小微企业本来被疫情影响的摇摇欲坠，再次被各种折腾，这就是他们抓经济的办法，印证了王老师评价，做正事千疮百孔，真是愚不可及啊！观点，我这几天反复研究蓬佩奥的讲话，得出一个结论：蓬佩奥做了2个区分，党和人民分开，习和党分开，意思几乎是明说，如果党不把习解决掉，那么美国就要解决共产党。联系到前天海淀区开始张贴防核标语，我认为习也认识到蓬佩奥的讲话的针对性，感觉到危险了，所以发出信号，你们敢搞我，我就扔核弹啊！最近这个像胡锡进啊这些大五毛，已经包括那些叫什么军迷啊，在疯狂的在喊这个核威胁啊，核威胁，这种行为又蛮横又愚蠢啊，又蛮横又愚蠢。观点，透过这么多的官样文章和话术，我觉得可以简单用2个成语概括中共现在的状况：掩耳盗铃，说的是他们对情况的误判；中共还宣传现在的国内环境还是他们的机遇，却不知他们已经把自己邪恶的意图和下作的做事方法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刻舟求剑，说的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共还想用以前常用的所谓搞基建、大水漫灌来解决现在的经济问题，非常正确，非常正确，总结得很好。观点，民主政治必须把民众分裂开，把矛盾公开化。如果不把不同立场的人的矛盾和社会问题放到台面上，又怎么能够处理社会问题？非常对啊！观点，民主就是一种学习的过程。别忘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日本、韩国又有多少的民主？欧美先前不就期待中共因为经济的改善导致政治的民主化？这只是事与愿违啊！观点，看到今天美国人对 Founding Father 的态度，就能够明白，留下民主制度给后人的政治家，必将受到人民世世代代的歌颂。非常正确啊！所以李登辉，虽然有人黑他，但是我还是觉得，台湾民主政治的历史当中，一定有李登辉不可替代的位置啊！没有李登辉，就没有现在的民主政治啊！
提问：之前王先生提过，现在的中共部级官员的能力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结合上一期的节目，请王先生谈谈体制对技术官僚的影响。我以前讲过这个部级干部整体的水准，就是整体的这个教育水平啊、学历啊是比以前好了，这是一个我讲过。然后我讲了另外一个矛盾就是昨天的这个那个叫贺电贺电这个水平就是一个这样的水平这是一个矛盾的结论贺电是一个厅级干部，副厅级副厅长，副厅级呢如果在中央的话就是司级司局级干部司长或者是局长，如果是在部委的话。那么中国现在的情况官场到底是个什么情形你可以看一下从部委来说，部委你看从一纲一个个数下来，他们都是履历非常漂亮的人，基本上都是。你从人民银行到这一票都是履历很漂亮的人所以整体的水准是比以前要强。就以前你不10年20年前我当记者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很多部长都没有留过洋的基本上是国内土炮以土炮为主。那么硕士也不太多，本科为主。那么现在的履历就很漂亮了，大部分都有，很多都有这个留学的背景，然后就见过实际的事情而且现在的这个很多官员的履历非常的完备，就是有地方工作经验，有中央工作经验，有这个政府部的经验，有企业的经验等等都很完备。所以整体的就是说你可以看中组部对中共官员的这个培养的这个路径是很清晰的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你可以现在看从整个国务院到中共中央这个层面，就是再往上的这个级别就不行了，就是技术官僚的水准在上升，政治任命的水准在下降。什么叫政治任命？政治任命就是国务委员以上都属于政治，就是你看到国务院的组成部分，或者是翻过来讲，你看到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这一级，基本上是属于政治任命了。政治任命这一级就水平就明显的下降。为什么？武大郎开店，习近平武大郎开店习近平就这水准，那这整个的不就下降了？但是技术官僚的水准是上升了的，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矛盾好吧？那么现在的体制对技术官僚的影响是什么？就你得跟着上面的那个一起蹲下来对吧？就这个意思提问：王老师，请问如何看待近期媒体唱衰美元的趋势？国内媒体唱衰为主，似乎外媒也在跟风唱衰美元的目的是什么？只有一个目的，保人民币。就是如果大家都在唱衰美元，那不就买美元的人不就少了吗？买美元少了，不就人民币汇率不就保住了吗？就这是一个非常隐晦的策略提问：日本希望加入五眼联盟是明确政治站队的信号吗？是的，我都说过了就是这个地球上最紧密、最牢固的联盟就是五眼联盟。那么日本希望加入这个五眼联盟，那这是明显的政治站队提问：想问王老师如何评价美国第二季度 GDP 环比下降 32%？ 除了疫情以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影响下半年中美经济形势。美国就是疫情，没别的，环比就是跟上个季度比，上个季度下跌 32%， 数据出来了吗？我没看到第二季度美国还没有开放，关键是要等疫情过去，
我认为美国核心现在一切都是要等疫情过去啊。提问：美国制裁中国的银行会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如果你钱在那个银行里面，你肯定会有影响。但是如果你跟外汇没关系，就没有影响啊。当然，如果这个银行因为制裁而倒闭了，你也会有影响，所以你要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情况：武汉协和医院的护士和领导冲突跳楼，然后监控坏了，真的黑到了极点。是的。观点：李登辉先生对于台湾民主进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交出军权，军队国家化，这也是国民党恨李入骨的原因。观点：好好研究历史，当初国民党到台湾，台湾人是热烈欢迎的，但是国民党对台湾人无情无义，恩将仇报，就相同于现在 CCP 残暴的对待香港人一样，非常正确。提问：王老师，台湾未来的发展和大陆比怎么样？值不值得我去台湾发展奋斗？我今年本科刚毕业，我爸妈逼着我去考国企，考公务员，但是我觉得 CCP 未来的财政会崩溃， CCP 为了减少开支，取消事业单位，关闭国企，所以我想去台湾奋斗。王老师，你觉得台湾可以吗？能给点建议或者点拨一下小生吗？谢谢。好，这是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啊。这就是一个现在中国的大学生的普遍的思想是什么？就是还是价值观的问题啊。什么叫价值观的问题？就是你的人生价值是什么啊？你的人生的价值是追求什么？那你这个问题一问，就是我要追求一份好的工作，好的收入啊，然后其他就没有了啊。那我就没办法回答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告诉我你的人生的 vision 是什么。因为只有你建立了一个人生的 vision， 你就很清楚你该去哪里。因为哪个地方能够帮助你实现你的人生的 vision， 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理想，人生的愿景，你就才能够判断你应该在哪里待着。所以现在当今中国的大学生最缺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价值观。价值观就是我们的人生的愿景，除了钱，还有更多更美好的东西。钱当然不可缺少，但是不能只是钱啊！如果只有钱的话，那你可以去哪里？你有钱的地方很多的啊，很多的，你不一定要去台湾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答不了你，你要自己回答自己，你的人生愿景是什么？你要把你的人生愿景找到，你才会知道你该做什么。OK，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啊，明谢一下，姥姥王，谢谢王先生。前一集讲平安京，越听越有趣。可是我自己早先在报纸上已经看到了，一眼瞄过，觉得这是中共低俗文化的笑话，就略过去了。还是您的功力高，佩服啊！谢谢谢谢老老王。YYNE Joe， 我不知道怎么读哎，抱歉啊，谢谢啊。John Ball， 谢谢，第一次参与直播，想请教你，中共有多大概率会迫害同性恋？请您稍作分析，十分感谢。中共迫害同性恋，其实同性恋在中国受到的迫害，不仅仅是源自于中共啊，是更多的是中国人啊。中国人有一个最大的民族特征，叫什么？中国人有一个最大的民族特征，四个字：党同伐异。就是中国人是他的民族特征是党同伐异。你想一下，同性恋和它是一个很远端的异，它会怎么样？就会被罚啊，就会被罚，就是罚就是迫害。所以迫害同性恋这件事情，其实不仅仅是源自于中共，还是源自于
中国人社区中国人的社群对不同的人群的不宽容造成的啊。Vivian Z 谢谢Vendors Lee 谢谢 Simon Lin 谢谢王老师加油谢谢妹鹏谢谢，请王老师和美西喝咖啡。好，谢谢大家。另外我还要讲一下啊，感谢网友在 Paper 上面的打赏啊，我要经常定期特别最近我们在 Paper 上面收到很多网友的支持和鼓励啊，那我一并谢过啊，感谢大家，谢谢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再见。